世界上最贵的11头粪便，号称便中黄金的龙涎香都只能排第3。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提到大便似乎总带着些许尴尬和避讳。我们不仅会远离它，而且还要花费不少费用对它进行处理，比如我们付的下水道清洁费和平常家庭冲厕所的水费。然而，在这世界上存在这样一些粪便，它们的价格远超你的想象。这些价格奇高的粪便之所以物有所值，有的是因为它极高的医药价值，有的是因为它隐藏的艺术内涵，还有的居然是，你可能不会相信，居然是因为它们好吃。没错，就是为了口感。这些粪便每公斤的价格甚至可以换市区好几套房。你听说过一铺传3代，可你听说过大便换房子吗？今天就跟着阿军一起去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粪便可以值市区好几套房。顺便提醒下，别忘了点击关注订阅，这样下次有最新的影片你就可以及时收到通知。让我们开始今天有味道的影片吧。第11名，蝙蝠粪，价值每公斤价格约为2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4元。它是传统中药夜明砂的原材料，对于青盲、缺目、内外障碍等眼部疾病，夜明砂能够起到显著的治疗效果。对于小儿疳疾、瘻痢等疾病，夜明砂也常常被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通常采用口服方式，每日3到10克。没错，如果你有幸吃过这种药，那恭喜你也是吃过蝙蝠粪的人了。然而，尽管夜明砂具有显著的药用价值，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在使用时需要特别小心，因为蝙蝠排泄物可能携带病毒，所以夜明砂必须通过合规的采集和处理程序，这包括在无污染的环境中进行采集，然后通过特定的过程进行高温杀菌，最后加工为供人们食用的药品。然后也能蝙蝠粪作为一种优质肥料，在东南亚诸国如柬埔寨和泰国等地被广泛采用在农业种植中。此外，由于蝙蝠粪中含有丰富的病毒种类，因此科学家们也经常依靠研究蝙蝠粪便中的病毒来预防和控制一些可能对人类构成威胁的病毒。第10名，健康人的大便，价值每公斤200到400美元，折合人民币在1300到2600元。健康人群的粪便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资源。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一些医疗机构会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在这种资源的收集上，而且捐献者每公斤的粪便价值甚至能达到400到1200元人民币。通常来说，一位捐献者一次能够提供100到300克的粪便，大约相当于半斤。踏实地做好这个工作，一周捐献5次，1个月的收益甚至会达到6000元。然而，如果你正在厕所考虑要不要把剩下的利润留着，你大让他们随侧而去，因为尽管这个工作看起来很简单，但想要成功成为一名捐献者，却需要满足一系列苛刻的要求。事实上，通过检测的捐献者比率只有10%不到。这些要求包括你的年龄要在18到30岁之间，身体不能过胖也不能过瘦，必须健康，且在过去的3个月内没有使用过抗菌药物。此外，合格的捐献者必须有规律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不能抽烟、喝酒，且半年内未食用过鱼生等食物。不过，为何有人愿意花费大量资金购买人类粪便呢？事实上，这些机构通过粪便移植可以有效地帮助患者治疗肠道疾病，并改善他们的肠道菌群状况。令人惊讶的是，一次粪便移植竟然可能让你在保持原有饮食和生活习惯的情况下更难变胖。这样一种不用辛苦锻炼，也不需要服用药物就能保持体型的方法，你是否已经心动了呢？第9名，果子狸粪便，价值每公斤的价格可以达到200到400美元，折合人民币在1300到2600元。果子狸原产于我国的南方地区，广泛分布在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果子狸的食物种类十分广泛，其中就包括新鲜的咖啡果实。正是这种独特的饮食习惯，赋予了果子狸粪便以无与伦比的价值。当果子狸食用咖啡豆后，其体内的消化系统会将咖啡豆中的蛋白质分解，从而降低了咖啡的苦涩味。同时，在果子狸的肠道中，咖啡豆也会吸附上果子狸粪便的味道。当这些未被完全消化的咖啡豆被果子狸排出体外后，经过精心的采集和清洗，再通过烘焙和精磨，就制成了我们所熟知的猫屎咖啡。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有试过这种咖啡吗？第8名，巴西甲库鸟粪，价值每公斤价格700英镑，折合人民币6300元1公斤。说完猫屎咖啡，让我们再接着讲你没有听说过的鸟屎咖啡吧。巴西甲库鸟，这是一种主要生活在巴西地区的大型鸟类。奇特的是，和果子狸一样，
甲库鸟的粪便也成为了一种深受人们欢迎的咖啡生产原料。而这一发现要归功于巴西农民 Enrique Sloper D'Arroyo。阿老虎发现，它位于 Pedro Azul 的740英亩的农场内，经常有甲库鸟在飞来飞去，享受着咖啡树的果实。因为他对猫屎咖啡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他猜想，也许可以利用甲库鸟制造出类似的咖啡品种。于是他开始追踪这些鸟类，并在它们的粪便中发现了未消化的咖啡豆。在此基础上，阿老虎开始尝试制作甲库鸟咖啡，并在2006年首次向市场推出这一产品。有意思的是，阿老虎发现与果子狸不同，鸟类更偏好选择吃最成熟的咖啡豆，这使得经过鸟类体内消化后排出的咖啡豆，其品质比果子狸的要优良很多。如果换作是你，有勇气尝试新品种拉出的咖啡吗？第7名，1米长的粪便，价值每公斤666美元，约合人民币4730元。这是一块历史长达数百万年、长度达102厘米的分化石，就在2014年的拍卖会上以10370美元，约合人民币7.1万元的高价售出。这个富有神秘色彩的分化石的发现者是一位始终不愿公开姓名的男士。他于2012年在美国华盛顿州的托莱多地区挖掘出这块棕黄色的分化石。据考古学家分析，这块分化石可能来自一种生活在600万到3300万年前的，至今仍无法确定身份的动物。因为找不到相关文章记录它的重量，所以阿俊根据正常粪便重量估算它大概重15公斤左右。所以这块分化石的价格约为每公斤666美元，约合人民币4730元。然而，关于这块分化石的真实性争议颇多。尽管看起来像是粪便，但一些专家观察后发现，它并未包含任何看似被消化过的物质，反而含有大量的磷铁矿。这让一些人开始怀疑，可能这只是一块普通的岩石，或者是火山灰所形成的伪分化石。第6名，大象粪，价值每公斤2000美元，折合人民币1.4万元。生活在泰国金三角地区的大象，它们的粪便有着神奇的价值。用该粪便制作而成的黑象牙咖啡，堪称世界上最昂贵的咖啡之一。这种咖啡的制作原料来自大象消化排泄后的咖啡豆，这些豆子在大象的胃中经历一种自然发酵的过程，在消耗掉豆子的苦味的同时，使得它们被赋予了独特且富于层次的口感。除了咖啡本身的香气外，各种水果与坚果的香味，甚至是牛奶、巧克力的味道，也隐约留在了其中。加上它稀有奢华的品牌属性，使得黑象牙咖啡独树一帜。一杯咖啡的售价更是50美元，可以说是任何一杯咖啡都难以匹敌。而在2013年，有人甚至利用黑象牙咖啡酿造出一款名为 UN Kono Koro 的啤酒，一经推出便迅速被抢购一空。第5名，劳埃德银行粪化石，价值5571美元1公斤，折合人民币3.9万元1公斤。你知道人类的粪便最大能有多大吗？1972年，建筑工人在英国约克为建造劳埃德银行新分行进行挖掘时，发现了一块长20厘米、宽5厘米、重7公斤的人类排泄物。历史学家称，19世纪某个时候，居住在维京人统治的约克地区的人排出的这种粪便。历史学家补充说，粪便的制造者患有肠道问题，在排出粪便之前已经好几天无法排便了。测试显示，他的饮食以肉类和面包为主。粪便价值39000美元，然而它目前不出售，并在约克的约维克维京中心举行。第4名，大熊猫粪，价值22万元1公斤。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茶叶被视为上品，能带给人们身心的愉悦。但你可曾见过由大熊猫粪便产出的茶叶？这种被命名为熊猫茶的产品，据说具有抗癌奇效，因而卖价昂贵，每公斤的售价甚至高达22万元。这种天价的茶叶来源正是大熊猫每天消耗的大量竹子，经过它们的消化系统转化为粪便，然后经过一系列的严格处理和精细筛选，最后制成了这种珍奇的茶叶。虽然这听起来有些让人难以想象，但是只要想到这些茶叶都是来自大熊猫，或许就会瞬间觉得价钱再高也值得。另外，你能想象使用大熊猫粪便生产出的纸巾来擦嘴巴吗？听起来或许有些离奇和不可思议，但这种纸巾却真实存在，并且被卖出了50元一包的高价。因为熊猫只能消化食用竹子的30%，剩下的都排出体外，所以用它排出来的竹子做成的纸巾不仅不会臭，还会有一定的竹香味。所以国宝就是国宝，连屎都是香的。第3名，龙涎香，
价值7.8万美元1公斤，55万元1公斤。我想肯定大多数人都听说过龙涎香的大名，它也被称为灰琥珀。它是用抹香鲸吃的鱿鱼和墨鱼的会和其他坚硬部分制成的。抹香鲸无法消化这些坚硬的部分，龙涎香团可以在鲸鱼体内保留数年，直到鲸鱼将其呕吐或粪便排出。虽然龙涎香的成分在现代化学中可以进行合成，但它的历史价值和自然的魅力，使得龙涎香依旧具有惊人的价值。龙涎香一直以来都是香水界的珍贵原材料，用作定香剂。龙涎香每公斤的价值高达7.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55万元。这个惊人的价格几乎让龙涎香与钻石、黄金等珍贵物资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第2名，日本少女粪便，1公斤价格200万元。据当地人介绍，这道菜需要在熟人介绍下半年前预约才能享用到的。先让客人在一群女生中选定一个，然后和她签约，定好大便的味道，例如哈密瓜、榴莲、番茄。这个被选定的女生将在头2个月内只吃青菜，别的都不吃。2个月后就开始吃合约上的味道，例如哈密瓜味，就1日3餐都吃哈密瓜，别的都不吃。半年后，就在一个很高级的房间里放上一张大圆桌，圆桌上放着张凳子，凳子中间有个窟窿，凳子下面放个碟子，女生就坐在凳子上，客人坐在桌子旁。当女生第一时间拉出掉到碟上时，客人就拿个汤匙开始享用了。据说除此之外还有名为金丽餐的菜品，原料也都差不多，只是酝酿时间更短，只有1周左右，因为内容过于爆炸。阿军这里就不多赘述了，具体做法伙伴们可以自行去搜索。接下来终于轮到有史以来最贵的大便了。第1名，皮耶罗曼佐尼的粪便，价值1公斤124万欧元，折合人民币964.72万元。这位仅靠粪便就可以在市区买5套房的牛人名叫皮耶罗曼佐尼。1961年的某个时候，意大利艺术家皮耶罗曼佐尼决定用他的粪便创作一些奇怪的艺术品。他在90个罐头里拉了屎，将它们密封起来，然后将它们出售，并在每个罐头上贴上艺术家的便便新鲜保存装罐于1961年5月的标签，价格是根据同等重量的黄金的成本来确定的。曼佐尼于1963年去世，但他的粪便如今很畅销。2007年，伦敦泰特美术馆以3万美元的价格购得一罐，同年第2罐在米兰以10万8千美元的价格拍卖。另一件作品于2016年以24万2千美元的价格售出，到2017年，它们的价值约为30万美元。照这个趋势下去，几年内将价值数百万美元。有趣的是，和他一起灌装的伙伴说罐子里实际上装的是石膏而不是粪便。曼佐尼只称他们为罐装便便，因为他想证明艺术收藏家会购买任何贴有艺术品标签的昂贵物品，即使它是便便。可即便购买者知道这一消息后，依然没有打开罐头，原因居然是他们担心价格会下跌，所以他们其实更期待买到的是大便而不是石膏。看完这期世界上最贵的11坨粪便，屏幕前的你有没有跟阿军一样惊讶呢？感叹这个世界上任何不起眼的东西都有自身的价值，自然我们每个人也更是有自己的价值，只要努力的去展现出来，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有一天也终将逆袭的，你说是吧？再次感谢您的观看，记得点击关注订阅，下期视频将会更加精彩，我们下期再见。